备有消息，最近有传言说拉美航空和戈尔航空可能都会购买一批巴航工业的12届190-12客机。英国范保罗航展下个月就要开幕了，然而巴航工业现在被报道出的新的订单并不多。如果这两家出手的话，巴西的面子也许会好看一些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可以追溯到今年的4月份，当时在一次会议上，巴西总统卢拉曾经表态说，他将努力实现拉美航空和戈尔航空引进巴航工业国产飞机的计划。但如果把这个表态解读为逼迫，其实也是不对的。巴航工业是巴西的骄傲，生产的12届系列支线客机享誉全球。巴航工业是全球第3大飞机制造商，至今已经生产了1500多架飞机。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、日本、荷兰等都有大量的12届客机。中国很早就引进过12届145客机，现在天津航空、北部湾航空和多彩贵州航空也还有大量的12届190、195客机。不过在 ARJ21700 投入使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引进过巴航的产品。巴航工业的新一代产品销售情况并不太好，几年前他将12届190、195升级到了12，至今依然订单寥寥，甚至有些航空公司在简单试用之后就抛弃了它们。12届190-12可载客110人，有不少航空公司觉得它太大了，反倒是巴航工业上一台产品里头小一点的12届175现在收获了很多订单，估计未来可以统治美国民航的支线市场。身为国产飞机，巴航工业的12届在巴西国内使用情况却一直不好。巴西主要有3家航空公司，分别是拉美航空、戈尔航空和蔚蓝航空。长期以来，只有蔚蓝航空在使用12届，其他2家至今1架也没有买过。而且蔚蓝航空的12届也不多，现在只有60多架，包括20多架新型的12届190-12。巴西本国航空公司为什么不愿意使用本国的国产飞机呢？首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效益不太好。12届190拉载的人数不如波音737或者是空客 A320 多，但维修保养的成本几乎相同。在欧美航空发达的地方，它多是由干线公司补贴，主要用来为干线公司聚拢客流。12届的主要部件也都来源于欧美，属于组装，因为组装数量有限，购置部件的成本不可能低于波音和空客，所以它也并没有所谓的价格优势。巴航工业的管理水平还是比较高的，产品质量也很可靠。12届190的出勤次数要远高于俄式客机，这点倒是可以与波音空客媲美。但问题是它的备件和人员都要另搞一套，因此对于中小型航空公司来说，平摊成本太高，不如单一运营波音或者是空客靠谱。基于这个原因，除了蔚蓝航空主要关注巴西国内市场有硬性需求之外，另外2家公司对12届的产品不感兴趣。那么拉美航空和戈尔航空会不会购买巴西国产飞机呢？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。拉美航空是由智利与巴西合并的产物，现在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航企。拉美巴西公司当前拥有148架飞机，包括10架巨大的波音777-300-12，它还曾经拥有过13架空客 A350， 然而为了提高效益已经全部都退掉了，所以简化机型是拉美航空的要务，就算政府白送，它也是不可能接受12届的。戈尔航空就更不会了，因为这家公司经营不善，现在正在接受美国破产法的保护。戈尔公司是纯的波音737机队，引进12届除了赔钱不会有任何好处。巴西政府最近很强势，然而它依然不可能强迫民营企业。巴西政府渴望国内航空公司多多使用国产飞机的愿望是好的，但尊重经济规律更重要。如果违反经济规律，给巴西航企强塞国产飞机，会给他们带来灾难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看法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